1971年，斯坦福大学出现一个监狱实验，发起人菲利普·津巴多教授将大学地下室改装成监狱，再用15美刀作为报酬，聘请身心健全的人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，让他们在地下室按规则行事，以此观察人们的虐待倾向。然而，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，参与者接连魔怔发疯，最终实验陷入巨大争议，被教廷终止。今天带你们看的就是根据这项实验改编的上映于2010年的惊悚片《死亡实验》。男主是个一事无成的中年人，靠给疗养院做兼职求个温饱。然而政府削减开支，疗养院资金减少，男主的工作也就丢了。他穷困到每天跟朋友跑游行，混吃混喝。这天游行，他遇到了一个女孩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一夜定情，处成了男女朋友。女友准备去印度旅游，男主却没有足够的钱出行，他决计找份工作赚快钱。当晚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，招聘员工参加心理实验，无需经验，为期2周，保证人身绝对安全，日工资1000美刀。这么高的工资对男主诱惑力太大了，第2天就去现场填资料。没想到来的人还挺多，有个叫麦克的一身正装，无形给男主施加了压力。不过是否能录用，还要通过一系列测试。教授告诉他们，即将开始的是模拟生活实验，将在州立监狱进行，全程只有一个要求，参与者没有任何私人空间，某些项目还会侵犯公民权利，要是接受不了，现在走人还来得及。男主根本不在意，不过蹲在封闭的地方区2周而已，2周后就能拿到14000的工资，这钱也太好赚了。测试过后，他顺利被录用，打包行李上了接送车，和麦克等人一起前往州立监狱。车上每个人觉得未来可期。等抵达目的地，教授再次重申了实验准则，一旦出现任何形式的暴力事件，实验就会终止。所有人对此没有异议。很快他们被分成2组，大多数人成了囚犯，要在铁笼子里生活，剩余的少部分人则扮演狱警，还配备了相应的装备。教授给每个人一张纸，让他们大声念上面的规则，全部都是囚犯要遵守的。比如食物必须吃完，有30分钟活动时间，不准主动和狱警接触，而狱警要做的就是在囚犯违规后半小时内惩罚全部囚犯。如果他们没有惩罚囚犯，监狱里的红灯就会亮起，这意味着实验宣告失败，他们拿不到报酬。而且这是集体性实验，一旦有人退出，报酬也沦为空谈。尽管教授说得很严重，这群人好似都没当回事儿，蹲监狱就跟度假一样，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聊天。男主的室友是神秘的17号，还有没什么防备心、自报大名的漫画小说家邦奇。邦奇报名参加实验，不同于其他为了报酬的参与者，他是想收获创作素材。素材很快出现了，囚犯们打篮球的时候，一头花白的白书传球给狱警布什，布什没料到这招，直接被篮球撞得鼻子大出血。他对这点伤不怎么在意，无奈狱警蔡斯抓住这件事儿不放，认为囚犯和他们接触明显违背了教授说的规则，他们必须给出惩罚。麦克一开始不同意蔡斯，毕竟监狱里到处都是监控，教授只要看了监控就会知道布什受伤是意外。可是其他人都很担心，半小时后红灯亮了怎么办？他们就拿不到钱了啊！既然麦克不想得罪其他囚犯，那就只惩罚白书，到时候教授找说法，他们也能给个交代。于是蔡斯让白书做10个俯卧撑，白书自然不愿意，他们只是在做实验，又不是真的蹲监狱，轮不到蔡斯对他指指点点。蔡斯也是个硬脾气，当即让所有囚犯都做俯卧撑。17号带头趴在地上，其余囚犯见状也都乖乖服从命令。那一场景看得麦克心神激荡，掌握权力原来是这种感觉。半小时后，红灯果然没动静，狱警赢得了胜利。不过在他们开香槟庆祝时，囚犯们却内心窝火。晚上睡觉时，男主发现17号胳膊上的刺青，发现他应该蹲过真监狱，所以才会在狱警命令时第一个表现出服从。之后吃早饭，大家对着食物难以下咽，也只有17号完成光盘任务了。男主是实在吃不下，准备倒掉剩余食物时，却被狱警哈罗阻止。这里可都有监控啊！男主那一盘子倒下去，准得来一出集体惩罚。可是就算双方都知道规则，囚犯们却不打算遵守，反而因为昨天的事铁了心要跟狱警僵持到底。我就是不吃完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狱警蔡斯昨天还在作威作福，今天就和哈罗被扔食物。面对人多势众的囚犯，两人只能狼狈离开，但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
这时，身为高中老师的麦克出了个主意，既能打囚犯一个出其不意，还能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于是，这群人在囚犯睡觉时用灭火器偷袭囚牢，趁乱将男主从里面拖出来，铐在了囚牢外面。之后对所有囚犯振振有词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带头闹事的下场。囚犯们全都被镇住了。麦克出了一次风头，情绪再度高涨。去洗手间平复时，忽然发现裤子撑起了小帐篷。其实他有过童子军的经历，后来生活批变，家中还有骨折的母亲要照顾。他虽然成了教书育人的老师，过得却一直不如意。这一次靠着教授给的权力，久违了当童子军那种亢奋的感觉。这件事之后，麦克成了狱警中的老大，早上给囚犯们开会，让大家好好相处，相安无事度过剩余的12天，14000美刀轻松到手。只是没想到这个关头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，邦奇病发了，他有先天性糖尿病，必须摄入胰岛素，可是他的药全被收走了。教授规定不能外带物品进监狱。麦克对糖尿病不怎么了解，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仅没想办法帮他拿药，还不让人蹲牢房里休息。男主看不惯麦克的做法，当众跟他掰扯对峙，差点给麦克说暴走了。狱警们担心他打人，连忙给他拖走。囚犯们纷纷被赶回了牢房。晚上17号跟男主讲心得，动物被关在一起，不可避免会出现主宰和臣服两方势力，让他别太意气用事了。男主却觉得人是有思想的，动物无法和人相提并论。17号却说，重点不是物种，而是手握权力却不丧失人性太难了。拥有的权力越大，自身的阴暗面就会暴露的越多。言外之意，麦克迟早会失控，而且那些狱警根本不友善，扮演上头了，入戏了。如果男主继续闹事，他肯定会被狱警针对，不如放弃抵抗，逆来顺受。再说这里到处装着监控摄像，邦奇根本不用男主操心，他要是有生命危险，教授会站出来拎人去医院。那边狱警们聚在一起开会，蔡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唆使麦克杀一儆百，以防囚犯造反，不然他们狱警颜面何存。麦克想到个不见血的办法，他的目标还是男主，谁叫这人总是爱出头呢？趁夜果断将人抓走，剃掉男主头发，还伙同其他狱警围着男主撒尿。心善的布什没有参与，可他身单力薄，无法阻止，只能无奈转身离开。事后，狱警们还在为刚才的欺辱津津乐道。布什站出来表示，如果再有类似的事发生，他就会退出实验，谁也别想拿到报酬。其他狱警顿时就慌了啊！而男主回到牢房后，尽管短暂的意志消沉，第二天却依旧我行我素，对17号的提醒也没放在心上。吃饭时偷偷藏面包带给躺床上的邦奇，试图帮助对方缓解病情。邦奇告诉他面包没用，他需要胰岛素。男主就劝他，那你申请退出实验。邦奇摇摇头拒绝了，他一定得拿到那笔钱，因为他是个扑街漫画家，赚不了多少稿费。在邦奇的请求下，男主找到善良的狱警布什，以自身报酬做交易，请对方去仓库取邦奇的药。布什没要钱，爽快答应了男主。在他行动时，有着性瘾的蔡斯盯上了囚犯里的22号。22号性取向男，蔡斯就强迫他跟自己做。千钧一发之刻，麦克听到了动静，打断了蔡斯的无耻行径。然而还不等他审问清楚，哈罗忽然急匆匆跑过来，说他从监控中看到布什在翻行李。麦克赶紧带队过去堵人，毕竟带东西进监狱是违规的。布什一个老实人，三言两语就被套出了男主。麦克没想到男主那么顽固，给邦奇送去一针剂药后，也抓走了男主。麦克的想法和17号大差不离，都觉得有24小时监控，就算不管邦奇，他也不会在监狱里病死。男主没必要为了邦奇再次违规，可是男主却挑衅他，让麦克结束后去看心理医生。麦克听了那是情绪暴躁，立即命令男主打扫厕所。男主不愿意，他就派人将男主的头塞进马桶里，还让男主承认他自己是个囚犯。男主本来还在坚持和麦克对骂，可惜马桶水实在不好喝，只能服软求饶。此事过后，囚犯们都不敢闹事了，男主也陷入了崩溃，在牢房里抱头痛哭。同时，布什遭到狱警们排挤，被带到阴暗处狂揍。随后，他被扔进了牢房，成为囚犯的一份子。岂料频频受挫的男主还是硬骨头，当众脱下了囚犯服，爬到铁网上，对着镜头大喊：“开门，我要退出！”
麦克连忙用警棍给人扒了下来，卡住男主咽喉，指责他再次违反规则，差点给男主憋断气了。邦奇为了救男主，上来给麦克一拳头，麦克转身用警棍反击，以至于邦奇被砸得头破血流。然而邦奇受伤没能结束闹剧，麦克还变本加厉，将囚犯们全关进牢房，剥夺他们的游戏时间。男主则被塞进了焚烧炉里。一个还有理智狱警见状，当即表示要退出实验，毕竟他们都使用暴力了，早就违背了教授说的准则。麦克问他半个多小时了，你看红灯亮了吗？没亮，说明他们的行为被允许了。理智狱警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那边的男主在炉里摸到一个镜头，原来这里安装了监控。他对着镜头质问为什么还不停止实验，可惜没有得到回应，只能对着镜头骂骂咧咧。而没有了男主保护的22号又被蔡司盯上，吊在没人的仓库里毒打，强迫他跟服务自己。好在男主没有坐以待毙，用女友送的手链撬开了炉子的门。听到22号的喊叫，他第一时间冲过去营救，两人联手给蔡司弄晕了。接着找到被绑在外面的17号，17号一个深谙监狱规则的壮汉，此刻也不想什么逆来顺受了，当即加入男主的反抗小团队。随后他们用蔡司的钥匙放出所有囚犯，可惜轮到邦奇时还是晚了一步，因为没得到及时的治疗，他已经没气了。狱警们在监控中看到暴怒的囚犯全部都有些慌，只有麦克拿起一把水果刀想和囚犯们一较高下。可是面对人数众多的囚犯，其他狱警却选择逃跑，麦克一个人哪能应付得过来呢？也跟着跑向了出口，还顺便劝狱警们加入战斗。囚犯们很快追了过来，一场大混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麦克在和男主打架时将水果刀刺了过去，好在男主及时抓住了刀刃。17号还从旁边扑到了麦克，不过还没等17号揍人，男主却抓着麦克一顿胖揍，打得麦克口吐鲜血。就在这时，监狱里的红灯亮了，大门也缓缓打开，宣告这场实验结束了。走出那扇门，他们将不再是囚犯和狱警，而是有着法律保护的公民。但不同于来时一脸的幸福，现在的他们都显得狼狈不堪，怀疑人生。坐上接送车回城，他们拿到了教授允诺的报酬14000不少分毫。17号再次问男主：“你还认为人类比动物优秀吗？”男主回答他：“至少人类能想出解决办法，虽然过程太暴力血腥了。”不久后，这项实验被媒体曝光，实验致使1人死亡，多人受伤，还有人精神上出了问题。实验的组织者将会因此遭到指控。男主接受媒体采访后，用那笔钱去印度和女友团聚。电影的剧情也到这里为止。它虽然是对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戏剧加工创作出来的，真正改编的却是2001年德国的同名电影。导演兼编剧保罗减少了教授的戏份，让这位操控者隐藏于监控后方，纵容掌握权力的狱警们对囚犯施暴，以此来研究失控的人性。这种处理方式虽然让人细思极恐，却也弱化了教授的存在感。与德国的死亡实验中频频出现的教授，以及后来暴走的狱警对实验助理下手的剧情安排相比，它所体现的人性其实是理智尚存，还没有失控的。不过尽管两部影片都存在不少 bug， 对人类握有权力后狂妄自大的行为表现得还算淋漓尽致。而且2010年这部的主演是阿德里安·布劳迪，看片时光欣赏他的演技都够了，所以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原片。我的解说到这里为止啦，宝子们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